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30年里，世界各地的人们呢，都已经慢慢的恢复了正常生活，但有一个人却仍然以为战争还在继续，在深山里保持着战斗状态。一名日本陆军中尉，1974年，一位名叫铃木继夫的日本大学辍学生听闻了这个传言。起初呢，铃木继夫认为这不过是个恶作剧，毕竟啊，如果有人失踪那么久，肯定早已被宣告死亡了，更何况谁能在丛林中生存如此之久呢？所以啊，他决定深入调查。事实证明，这位名叫小野田宽郎的中尉，自1945年战争结束后一直下落不明，直到1959年才被正式宣告死亡。这个异常漫长的等待期引发了铃木的好奇心，他推测小野田一定曾被人目击过。那既然他已经存活了如此之久，谁又能断言他现在还不在那里呢？受这个离奇传说的激励啊，铃木决定亲自采取行动。他踏上了一次大胆的冒险，是要寻找这位失踪的士兵，并将他带回家。然而这个任务呢，绝非易事。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神秘人物小野田宽郎。小野田宽郎1922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海南镇，在一个7口之家中排行第5。早年他在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担任销售员，但1941年12月7日，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。历史爱好者必定熟悉这个日期啊。那天日本帝国军队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，这一事件呢，彻底改变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进程。这场灾难性的袭击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，两国呢陷入了全面冲突。随后日本征召了所有17至40岁的适龄男性。1942年5月，20岁的小野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军队体检，先后被编入了和歌山第61步兵联队和第218步兵联队。小野田的首个任务呢，是前往中国南昌战线。然而1944年12月，美军在菲律宾圣何塞登陆后，日军迅速调动小野田所在的联队，奉命守卫吕宋岛。这是菲律宾群岛中一个面积仅48平方英里的狭长小岛。随着美军进攻的升级，小野田于1945年1月10日获得战地晋升，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少尉。随后呢，他接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命令。高桥少校说，见习军官小野田将前往吕宋岛领导驻军进行游击战，这是一个重大责任啊。小野田热切地接受了。紧接着呢，第14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将军传达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信息：你绝对不允许自杀，可能需要3年，可能需要5年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回来接你。作为一名新进的中尉，直接从将军那里接受命令，这些话呢，深深地烙印在了小野田的心中。他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刻，尽管决心坚定，但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，他还需要赢得战友的信任。很快，他就经受了考验。2月28日，一支由50名美军组成的部队登陆吕宋岛，4辆坦克带领的海军陆战队在地利克镇登陆。随后的战斗中，彻底地摧毁了该镇。美军迅速压倒了日军。为了保护部队，小野田下令撤退到山区，转而采取游击战术，分成小股部队，利用破坏、突袭和游击战术来对抗更强大的敌军。小野田意识到让所有的士兵集中在一处的危险性。一旦被美军包围，他们就会成为活靶子。因此呢，他将士兵分成3人小组，这样2个人可以面向不同的方向警戒，第3人则负责准备食物和搭建营地。小野田的小组由岛田下士和小种2等兵组成，后来呢又加入了被原小组排斥的病弱青年赤金2等兵。1945年夏，这些3人小组在茂密的丛林山区持续对美军进行游击战，与中央军指挥部完全失去了联系。正因如此他们对1945年8月6日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一无所知。那是一个世界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。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1颗原子弹，这颗炸弹彻底摧毁了城市，毁坏了约6万座建筑，夺去了约6.6万人的生命。仅仅3天后，美国又在长崎市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，将其夷为平地，又有6.9万人丧生。面对如此毁灭性的力量，日本不得不承认失败。1945年8月15日，裕仁天皇宣布正式投降。9月2日签署投降书，结束了这场可怕的战争。中央指挥部随即下达命令，通知日本已投降，所有士兵都应放下武器。然而消息传到菲律宾等远离战线的地区需要更长的时间。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互联网，只能依靠电报、信件和口头传播。直到10月中旬，投降消息才最终传到了吕宋岛。一队士兵遇到了一群当地的岛民，岛民立即惊慌逃走，但其中一人留下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用日语写着：战争于8月15日结束，请下山。
然而士兵们却认为这是岛民的诡计，企图迫使他们撤离岛屿。同时呢，他们仍能听到远处的枪声，坚信美军正试图引诱他们现身。年底时呢，一架波音 B-17飞机飞过他们的藏身处，投下了一捆文件，这些是第14方面军山下将军的正式投降命令印刷品。但士兵们仔细审视每个细节，充满了怀疑。传单称投降的士兵将获得卫生援助，并被运送回日本。援助一词呀，在当时通常用于救助战俘，这对仍在服役的士兵来说显得可疑啊。但最令小野田困惑的是，山下将军命令中提到的所谓直接皇命，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命令啊，而且文字语法似乎暗示将军在向自己下令。种种疑点呢，让士兵们得出结论，这些传单是美国人精心伪造的。事后才发现呀，传单的错误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印刷失误。然而为时已晚呀，士兵们依然保持着警惕，坚持为日本而战。随着游击战持续，补给逐渐消耗殆尽，饥饿开始困扰着他们。所有小组最初都有3个月的大米供应，小野田的小组谨慎的配给，尽可能的延长使用时间。到了3月份，其他的士兵呢，大米已经耗尽了。他们来到小野田的营地祈求食物，但这位严厉的中尉拒绝了。他对所有的人说道：“你们有大米时像猪一样吃，所以现在没有了。如果我们给你们大米，我们都会陷入困境，是你们不懂得节约。饥饿是最能削弱意志的因素之一。”可以想象啊，在丛林中不断攀爬的士兵们饥肠辘辘的程度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劝降单从天而降，饥饿难耐，思乡心切的士兵们濒临崩溃。最终1946年4月，41个3人小组屈服投降了。然而小野田的4人小组坚持立场，拒绝放弃对日本的忠诚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呢，已投降的日本军队开始留下纸条：“现在只有日本人在寻找你们了，请出来吧。”但这4名士兵呢，仍然拒绝接受战争已经结束，日本已经失败的事实。相反呢，他们选择相信投降的日本士兵实际上是被俘虏的战俘，美国人正在强迫他们引诱小野田的小组现身。基于这种想法啊，每当听到搜索者的呼唤，小组就迅速转移。然而这些传单呢，对于22岁的赤津2等兵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一天晚饭后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怎么办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中尉。小野田挺身而出，做了一个大胆的声明：如果你们真的都这么想，我去查看一下。但小种2等兵突然插话，提醒他们之前收到的奇怪传单中提到的直接皇命。他说服大家，其他士兵呢已经落入了美国人的陷阱，因为相信那封伪造的信而被俘虏。这足以动摇他们的看法呀！他们拒绝为那些他们认为已经被俘虏的其他士兵承担责任。4人发誓要持续战斗。此时是1946年4月中旬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菲律宾最后的日本抵抗力量。日本主力部队投降后，吕宋岛上的岛民开始放松警惕，敢于冒险进入山区砍伐木材。与此同时呢，小野田的小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，每当听到岛民接近，他们就像忍者一样躲入灌木丛中。他们视岛民为敌人啊，因为当初美军初次登陆的时候呢，这些岛民迅速地倒向了美军的那一边。他们觉得这些岛民背叛了占领他们的日本军队，这些岛民曾经充当敌人的向导，所以呢，小组尽量避开他们。但运气啊，并非总是站在他们这边。有时候他们会发现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向岛民们开枪吓跑他们。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，以保护他们认为的秘密藏身处不被敌人发现。士兵们生活在自己构建的现实中，可怜的岛民呢，经常成为小野田侵略性战术的受害者。然而被枪击只是问题的开始，他们的食物也遭到了偷窃。当岛民上山工作时，他们常带着未煮熟的米袋，岛民呢会把米袋挂在树上，留待第2天工作结束后食用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呀，丛林中潜伏着饥肠辘辘的士兵，小野田的小队会如同夜贼般偷走大米。尽管这些微薄的米量远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，但幸运的是呢，吕宋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士兵们提供了狩猎和采集的机会。在这片热带天堂，香蕉随处可见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，包括野生水牛、野猪、野鸡，甚至体长可达3英尺的巨蜥。巨蜥肉虽然听起来不太诱人，但用宝贵的弹药猎杀野生动物似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因此呢，士兵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岛民饲养的肉牛，将这种猎杀行为合理化为从敌人那里夺取资源。
这对岛民和牛来说无疑是个不幸的消息，但凭借这些基本的食物来源，士兵们呢得以真正的生存。要真正的理解这些坚守岗位的士兵所处的独特情况，我们需要了解吕宋岛的地理环境。整个岛屿的人口呢仅有12000人，主要是居住在岛北部的农民。因此呢，小野田的小队将活动范围集中在人口稀少、丛林茂密的南部山区。他们沿着一条大致呈椭圆形的路线逆时针移动，每个营地停留呢不超过3到5天。他们的偏执心理呢，使他们坚信敌军随时可能会出现。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，与外界隔绝，严格遵守日常的例行公事，士兵们还逐渐洗脑自己，坚信战争仍然在继续。然而，赤金二等兵始终保持着怀疑态度，从未像其他人那样确信日本仍在战争中。他3次试图离开团队，消失在丛林中，但每次呢都被岛田下士给带了回来。然而，在1949年9月，战争结束后4年零7个月，赤金二等兵最终彻底消失了。其他士兵担心最坏的情况，认为他可能被美军俘虏，但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。6个多月后的1950年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张传单，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。赤金二等兵独自在岛的另一边生活了6个月后，于3月向菲律宾军队投降。附带的一张纸条上有赤金二等兵的笔记，写道：当他最终决定投降时，菲律宾军队像对待朋友一样欢迎他，而非敌人。这难道不足以让他们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吗？然而，就在他们思考这名二等兵投降的事情时，一架神秘的飞机在他们的上空盘旋。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敌人陷阱的一部分，他们迅速撤离。因此呢，赤金二等兵的离开非但没有引起怀疑，反而将团队的偏执程度推向了顶峰。他们开始将所有的岛民视为伪装的间谍。你可能以为日本当局已经放弃寻找他们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1952年2月，战争结束7年后，又一架飞机向丛林投下了传单，其中包括一封来自小野田大哥俊夫的信。信中说呢，战争已经结束，他的兄弟们都已退伍，还有小久保二等兵和岛田下士家人的信以及照片。这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证据，对吧？然而这个士兵们认为呢，这又是敌人的一个骗局，坚信这些照片呢是美国人精心制作的陷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岛田下士的家人站在一栋他不认识的房子前面，这在他们看来呀，证明照片是假的。但士兵们并不知道，东京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大规模的火攻，大部分的城市都需要重建，因此呢，他们仍然拒绝相信日本已经战败，反而天马行空地编造出美国人如何伪造这些照片的理论。其实啊，70年前伪造这种照片会更加的困难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甚至还没有 Photoshop。更讽刺的是呢，各种传单和信息中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，反而更加深了他们的阴谋论。然而长期生活在潮湿的丛林中，他们的制服呢，此时已经开始腐烂。为了修补衣服上的破洞，他们利用丛林中生长的一种类似大麻的植物纤维制成线，并从帐篷上剪下了布片作为补丁。可幸运的是呢，吕宋岛上没有疟疾，而且由于与这个岛上的主要人口隔离，他们很少的生病。他们呢，通过记忆和计算口粮来记录日期。他们用棕榈油擦拭军用刀剑和枪支，以防止生锈。然而枪托和枪弹逐渐吸收了大量的棕榈油，以至于丛林中的大老鼠会被气味吸引并啃咬它们。他们还从岛民那里呢偷取材料，包括衣服。他们洗劫岛民的房屋，偷取咖啡和罐头食品。毫不奇怪呀，岛民对士兵们的态度是越来越敌对，并尝试使用各种方法将他们赶出去。一些离奇的想法呢，包括在山上留下低俗的漫画或女性裸照，以诱使他们暴露位置。但到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的偏执已经压倒了任何的欲望。士兵们对此是避而远之。最终岛民们厌倦了被利用，开始反击。1953年6月，岛田下士被一名当地的渔民开枪射击，导致腿部严重受伤。仅仅1年后啊，在一个令人心碎的转折中，岛田下士在菲律宾陆军山地部队训练期间，不幸被意外射杀。尽管这是一个意外啊，但小队将其视为敌人的逼近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战时妄想。就在岛田下士去世10天后啊，一架菲律宾空军飞机多次飞越他们的位置，他投下了更多的传单，扬声器大声地喊道：“小野田、小久保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”说到这儿啊，你可能会认为啊，这是真相大白的时刻，这个信息呢，终于能传达到他们了。但事实呢，并非如此。岛田下士之死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，强化了复仇的欲望。他们将这一切视为美国人又一个诱使他们暴露的狡猾计划。说实话呀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我都不确定这些人是顽固的爱国者，还是彻底疯了。
在丛林中度过了将近10年，任何人可能都会变成这样，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固执的人。日本政府也忠于武藤将军的话，拒绝放弃搜寻。1959年，现在只剩下2人的小队呢，再次面临另一次的诱导尝试。这次是一个大型的搜索队的形式，搜索队设置了扬声器，播放着信息：小野田中尉、小久保一等兵，战争已经结束啦。他们呢还播放了日本国歌和2人熟悉的民谣。搜索队环绕着整个岛屿，但每当他们靠近时，这2人就会更加的深入丛林。他们仍然坚信这一切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搜索队停留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个月，从5月到11月底，这是相当大的投入。但无论搜索队做什么，这2人始终保持着隐藏。然而在搜索的最后一天，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儿。小野田呢，通过扬声器听到了一个声音，是这么说的：小野田，你出来吧，这是你的哥哥俊夫。他呢立即认出了这个声音，这是他哥哥的声音。你会认为这是他终于走出隐藏的时刻，对吧？他认识他的哥哥，他信任他的哥哥。当时呢还没有变声技术，所以这一定是他，对吧？小野田心中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，你说对不对呢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呀，小野田说服自己，这只是一个被派来模仿他哥哥的囚犯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性听觉。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啊！搜索结束时呢，搜索队留下了一些可能彻底粉碎他们信念的东西。日本报纸，这是小队15年来首次看到最新的新闻，但他们呢并未接受事实，反而让偏执占据了上风。在他们看来呢，敌人篡改了这些报纸文章以欺骗他们，因为没有一篇提到东亚共荣圈。这个概念啊，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，但它呢是日本帝国当时的一个构想。日本将成为亚洲的中心力量，其他的国家呢则成为附属国。所以不出所料，这个想法遭到了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。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呢，被迫放弃了这个构想。然而对小野田和小久保2等兵而言，日本战败是难以想象的。因此呢，他们仍然坚信共荣圈必定存在。他们甚至认为，如果日本真的输了，所有日本人都已死光，就不会有任何新闻传递。这种想法呢，虽然病态啊，但却让我们一窥这些士兵通过战时宣传所经历的极端洗脑。为了提供背景，当小野田1944年抵达菲律宾时，日本其实已经在输掉战争了，但国内反反复复的宣传的口号仍是以一人要为荣誉而死，战到最后一兵一卒。这种宣传确保了整个日本人口宁死不降的观念。小野田将其字面意思理解，真诚地相信啊，只要还有一个日本人活着，日本就不会投降。小野田和小久保2等兵都认为，他们有责任坚持到东亚共荣圈来解救他们。事实上，没有一份日本报纸提到这一点，这让2人确信这些报纸是美国人故意伪造的。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论循环思维的陷阱。令人惊讶的是呀，即使面对压倒性的证据，他们仍然如此固执地坚信自己的信念。小野田所做的实际上呢，是创造了一个精神牢笼，将他自己呢困在这个妄想的世界里。当小野田和小久保2等兵坚持他们自己的阴谋论时，他们继续进行游击战，他们进行所谓的火攻，焚烧岛民所收获的稻米堆。他们将这些火焰视为信标，标志着他们的存在和对小野田小队的职责的忠诚。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给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登陆部队铺平道路。然而他们的行动啊，并未被忽视。岛民们从最初的容忍转为憎恨，向当地警察报告了这些袭击，称他们为山中的恶魔，这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。战后呢，岛上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，士兵们注意到了许多村庄都安装了电灯。1965年末，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成功偷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。终于呢，他们有了一种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。他们期待听到战争的进展、日本占领土地和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消息。然而呢，收音机里传来的却是美国外交关系、太空飞行测试和菲律宾总统的消息。战争的消息仿佛凭空消失了，这本应是让他们明白最后真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事实并非如此啊！他们将所有的新闻都视为美国的宣传，继续顽固的抵抗。这种执着呢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岛民和士兵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72年10月19日到达了顶点。当2人再次焚烧岛民的稻米时，引来了当地的菲律宾警察，双方交火。混乱中呢，小久保2等兵不幸丧生，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小野田孤身一人
面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后果。尽管如此呢，他仍坚持在岛上进行单人巡逻，身着迷彩，无法摆脱严格的军事常规。小久保二等兵去世后仅3天，另一支搜索队被派来，他们再次留下报纸，希望引起小野田的注意。然而报道中一个细节引发了他的怀疑，虽然报道中提到了小久保二等兵的死讯，但没有一篇报道提及小久保真爱的千人针腰带，一块由亲朋好友缝制的针脚以祈求好运的特殊布料。对于小野田而言呢，遗漏如此重要的细节，让他确信了报纸被篡改了，加深了他对更大阴谋的怀疑。凭借着对日本事业正义性的坚定信念，小野田坚持地认为菲律宾终将从美国转向日本。他说服自己留在吕宋岛上，手持刀剑为日本而战，将为国家利益服务。于是呢，他继续藏匿在丛林中，等待一个虚构的特工与他联系。然而呢，他的家人从未放弃寻找他。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，3支日本搜寻队试图说服小野田投降，但他呢仍然隐藏在迷彩中，搜索队始终无法在茂密的丛林中发现他。然而有一天呢，情况出现了转机。小野田认为他的家人是被美国人胁迫的，他无法忍受不与他们联系。在一个脆弱的时刻，他写了一张感谢便条，感谢他们留下的礼物，并将他留在了同一个地方。这一举动至少证实了他还活着，并让他在日本成为了传奇人物。正是在这时呢，小野田的故事吸引了铃木继夫的注意。这位大学辍学生在1974年一时兴起，前往菲律宾寻找这位失踪已久的中尉。令人惊讶的是呢，他在短短4天内就完成了搜救队近29年来一直未能做到的事儿。继夫独自在丛林中扎营，突然间小野田出现在他面前。他立即认出了继夫不是岛民，原因何在呢？继夫穿着厚厚的羊毛袜子和橡胶凉鞋，这是岛民绝不会做的事儿。继夫呢，还用礼貌的日语方言交流，这或许是让小野田愿意留下来与继夫交流2个多小时的原因。在完全独处了数个月之后，小野田似乎迫切的需要陪伴。继夫小心翼翼的、温和的向小野田透露，日本实际上已经战败，并且已经和平了多年。只有在那一刻，看着另一个人的眼睛，小野田才慢慢的意识到，他多年来一直认为是敌人宣传的一切竟然是真相。这意味着他在岛上战斗了1万多天，却是为了一场虚幻的战争。当继夫询问他离开丛林的条件时，小野田仍然无法完全消化这些信息。他表示需要直接接受上级军官的停战命令。那位老少校早已退役，如今呢，在宫崎县经营着一家书店。尽管如此呢，继夫向小野田承诺会将这位退役少校带到菲律宾来。为了证明他确实找到了小野田，他们并肩拍了几张照片。2周后，如约而至的是期待已久的重聚。少校向小野田致意，并宣读了最后一道命令：第14方面军已停止所有战斗活动。就这样，经过29年多的坚持，小野田宽郎中尉的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。小野田与大哥俊夫重聚后，被护送到了马尼拉。在那里呢，马克思总统就他在这段时间里无意中犯下的罪行进行了训话。当时小野田还以为自己仍在战斗。从法律上讲他所有的行为都属于恐怖主义，但总统呢，慷慨地给予了赦免。小野田回到日本时，竟被当作英雄热烈欢迎，这可能令人费解毕竟他在妄想中度过了如此长的时间。然而在日本人的文化中呢，人们深深敬佩那些对于事业保持忠诚的英雄，尤其是当这个事业看似已经失败或者无望时。因此呢，小野田中尉被视为古代英雄中的一员，某种程度上呢，他已经成为了现代武士的化身。小野田的归国堪称盛大，欢呼的人群、庆祝游行和公职人员的演讲共同构成了一场真正的英雄欢迎。在经历了战争的惨痛失败后，日本终于有机会庆祝与战争相关的事情了。他们失踪已久的士兵终于回来了。然而小野田很快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而不熟悉的国度。在他失踪的30年里，日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变革。尽管小野田试图回归正常的生活，但一切已经是大不相同。于是呢，他决定踏上一段全新的冒险。1975年，小野田收拾行李，搬到了巴西圣保罗的一个日本人聚居地，协助他的哥哥经营农场。谁能想到这位曾经顽固的士兵会摇身一变成为养牛人呢？小野田的人生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转折。1984年，他在爱情中找到了归宿，与日本茶道师小冠真智慧结为连理。2人携手回到日本，创办了小野田自然学校，一个教导孩子学习生存技能的营地。1996年，小野田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重返吕宋岛，并向当地的一所学校呢，慷慨地捐赠了1万美元，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。
最终，这位经历了传奇人生的小野田宽郎于2014年1月16日在91岁高龄辞世。他的故事令人感动的同时呢，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创伤或者认知失调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心理学案例。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